有一天在实验室，偶然看见我台湾小伙伴的键盘，哇塞，这是魔法输入法吗？我问他这是什么，他说从左边第一个注音符号开始，我们按照数行来读。波波摸佛得特那勒，可可呵，奇奇西，支持是日子子思。右边的韵母咱就不唱了，怪尴尬的。用拼音输入法的小伙伴们肯定发现了，这玩意儿省力啊！不管声母有几个字母，都只需要按一下，韵母也是。比如我想输入双手，拼音要按10下键盘，而注音就省力多了。要不咱也用注音得了，可是真的记不住呢，总不能每次都一边打字一边唱歌吧？而且有个大问题，所有键盘排列都是按顺序的，真的不考虑一下把常用的按键放在离手指头近一点的地方吗？比如说常用的波、佛、安都放在键盘的4个角上，而键盘上有小突突的最好的2个位置却放了七和乌这2个不怎么常用的按键，不划算呢。有没有一种办法又好记又高效呢？有，来试试双拼吧。首先，一个字母的声母或韵母直接和英文字母相同，比如一个大哥。剩下的多个字母的声母或韵母按使用频率对应到闲置的按键上。什么是闲置的按键呢？汉语拼音是由声母和韵母组成的，那么打完声母之后，声母按键就闲置了，因为下一个只能打韵母，这部分闲置的按键就可以用来对应那些多个字母的韵母。比如我想输入3只蟋蟀，先输入声母 s， 常见的韵母 an 对应在键盘上比较靠中间的位置 J 上。韵母打完了，又该打声母了，常见的声母 zh 对应在键盘比较靠中间的地方 V 上。单个字母的拼音 I 直接按键盘上对应的英文字母 I，xi 都是单个字母的拼音，直接按键盘上对应的英文字母。帅 sh 对应 u，uai 对应 y。这样一套下来，按键次数几乎减少了一半，从根源上提高了中文输入的速度。那字母之间具体的对应关系是怎样的呢？我们可以直接 Google Mac 双拼布局，就可以看到由苹果为我们整理的几种不同的双拼布局方案。我选择了微软双拼布局，主要是基于对微软的信任，至少人家招的工程师学历应该比较高。基于它的影响力，在 macOS、Windows、iOS 和 Android 设备中都原生支持这种布局方案。说到布局，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键盘的英文字母布局是这样的呢？是为了打英文更快吗？恰恰相反，最开始的键盘布局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，但是由于打字员按键太快，那时候打字机经常卡住，所以键盘设计师请数学家重新设计了键盘，让常用的字母都离得很远，从而降低了打字速度。也就是说，当今流行的键盘布局最不适合输入的就是英文，所以单看按键速度，双拼输入是一定大于英文的。说了这么多，大家对双拼输入法有没有一点点心动呢？如果你也想学，我推荐的方法是把自己喜欢的键盘布局对应的方案打印出来，之前展示过在 Apple 官网下载。你说你没有打印机，抄一遍也没有很多字嘛。然后把它贴在方便看到的地方，把设备的输入法改成双拼。我用了1星期来摆脱这张纸，但从那之后，我中文的输入速度就永久加速了。最后分享一下 iOS 怎么设置输入法为双拼，也顺便交代一下我封面上的2.03倍是怎么算的。你想看哪边就看哪边吧。